他还以为自己是个孩童，却不知道长大的他已经100斤重。小时候主人喜欢他这样的玩闹，他也每天都尽力表现，却不知这样的讨好，如今变成了主人的负担。虽然忍无可忍的主人拽着他最舒服的地方，但这天还是又一次把他扔到了外面。放到以往他都会无比失落，可这次悲伤的他却收获了意外惊喜。拍全家福的时候，他是最后才到，而直到这时主人才意识到了些许不对。感恩节的丰盛晚餐眼下也是一片狼藉，而给他的惩罚也是又一次被关在外面过夜。虽然主人曾经很爱他，但如今也决定割舍他这个麻烦。他被自己同样信任的管家骗到了马车上面，却并不知道自己是被主人抛弃。游轮从盛夏辗转到寒冬，巴克也被卖到阿拉斯加，和一群哈士奇关在栅栏里面，眼神一样的没落迷离。也是在这里，巴克遇到了第2任主人。虽然这个家伙很黑，但他的第一眼就看他无比舒服，直到被套上项圈，他才知道小黑是当地的邮差，从来没有工作经验。巴克的第一次也很不熟练。领头犬发现异常，愤怒地威胁了一声之后，队伍就重新回到了正轨。但巴克初见美景，一时间被吸引地停下脚步，而他短暂的分神也直接导致队伍第一次出现翻车的情况。被狗子们臭骂，巴克也羞愧得要命。可即便他想弥补过错，但从小养尊处优的他，没走几步就耗光了体力。虽然融入大家庭的第1晚，巴克只能在雪窝里度夜，但让他更难过的除了主人的抛弃，更多的还是来自同伴们的排斥。于是他收获的第一个朋友就是一个硕大的松塔，然后抱着他默默地排在最后，等着领头犬给大家分配食物。最废物的金毛每次都被领头犬欺负，而看到这一幕，初来乍到的巴克也很懂得狗情世故，即便震惊了所有狗子，但这对领头犬来说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事情。作为头领，他是队伍里的绝对权威，即便自己已经喝到要吐，但有其他狗子过来，还是会毫不留情地宣示他的王者姿态。狗子们不管乱动，但养尊处优的巴克却根本不知道这是狗界的规则，于是他成了第一个反抗者，当着领头犬的面，奋力在一旁的冰面上剁出了一个新的窟窿。狗子们集体过来喝水，巴克得到好感的同时，也因善意的举动惹怒了领头。头犬认为地位受到了威胁，便在下次出差的时候，时不时用一堆阴招，故意刁难巴克，让他吃尽苦头。奸计得逞，领头犬才勉强痛快。殊不知，很快他的地位就要跟巴克彻底对调。一次送信的途中，女主人不慎踩裂了冰面，不给他反应时间，就直接掉进了刺骨的窟窿。眼看男主人冲上了去，所有同伴却一动不动。于是护主心切的巴克便独自跟上了主人的脚步。然而还不等他们赶到脸上，女主人就被湍急的冰水冲走。见2条腿的主人追不上去，巴克就立马冲到了前面，仅仅是一个箭步，就一马当先钻进了水中。虽然他的皮毛很厚，但也瞬间被刺骨的冰水冻到抽筋。然而即便如此，巴克还是拼命游到女主人的身边，把她驮在自己的背上，用头奋力撞击最近的冰面。就在即将呛水的前1秒，卯足力气的巴克才总算撞开了厚达10公分的冰砖。但女主人获救之时，巴克也耗光了全部体力，导致他没能扒住光滑的冰面，最终不幸被河水冲走。冰面上的小黑焦急地呼唤他的旧亲恩人，好在不远处传来巴克撞击冰面的声音，这才让他找准位置，立马掏出小刀，疯狂开始凿击地球。但10几公分厚的冰面，一片铁皮根本不足以撼动，匕首光荣下来，留给小黑的就只剩拳头。就在认为巴克已死的小黑准备痛哭之时，一根棍子突然出现在眼前。小黑来不及查看来源，抢到手里的瞬间，立刻开始疯狂地戳击冰面，直到玩命了半天，小黑才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没想到转头一看，才发现递给自己棍子的居然正是玩命想要救出的恩狗巴克。主人和部下的温馨一幕，让领头的2哈满眼狡黠，变成飞机耳的同时，他也想到了搞死巴克的办法。当晚2哈便决定报复，正好巴克放走了猎物，2哈便一个箭步冲到跟前，故意将兔子一口咬死。此刻的他将自己当成了狼王，用王之姿态微蔑地盯着巴克。因为巴克放走猎物，他就有充足的理由行使王的审判。趁心虚的巴克一不留神，一口偷袭咬向了巴克的喉咙。虽然巴克的体型是2哈的2倍，但本性乖善的他却只是一味的闪躲。可虽然他不想与同伴们发生摩擦，但2哈却紧咬着不放。他本就不善打斗，更没有野拐了的2哈勇猛，自然也不是2哈的对手。被咬住脖梗摔出老远，他摔得头晕眼花，迟迟抬不起头。而2哈也抓住机会，嘲讽的同时向伙伴们宣誓，
他才是这个队伍里面绝对的王者。但高傲的二哈并不知道，长期被他欺凌的伙伴早就忍受不了如此霸凌，在一头狗子的带领之下，纷纷主动去保护尚在晕厥的巴克。狼王威胁的低吼吵醒了昏厥的巴克，见他如此对待伙伴，也彻底激发了巴克骨子里祖宗传承的野性。二哈这个品种本身就啥也不是，但为了颜面和地位，还是心存幻想，硬着头皮冲向了巴克。然而此时的巴克已经没有了任何怯懦，避开后只是一扑咬，就锁住了二哈命运的咽喉。被踩在脚下的瞬间，二哈惊恐的眼神也透露出他如今明白了谁才是老大。伙伴们欢呼雀跃，巴克也变成了新的头领，而失去了一切的二哈也像曾经被他击败的头领一样，选择独自离开，像他曾经击败的头领一样自生自灭。自然第二天一早，小黑也找不见他的身影，意识到没了领头犬的小黑便打算任命新的头领，但无论他如何点名，狗子们都纷纷视而不见，直到被巴克一头撞倒，他才意识到狗子们已经有了决定。虽然巴克初出茅庐，没有经验，也不被小黑看中，但巴克仍然眼神坚定，违抗命令，执意要独领矛头。小黑玩命劝说，巴克都充耳不闻，只是死盯着他的眼睛，一屁股坐下宣示自己的决心。小黑气得发抖，但也意识到命令就是放屁，无奈的他只能拖着巴克，将他重新扔到队伍的最后。小黑本以为老黑狗绝对会服从指令，戴上项圈，却没想到老黑狗只是一味的回望巴克，见巴克气愤的原地不动，也玩命拒绝了小黑的安排。如此五次三番，女人也看出了其中破绽，及时的一语道破，狗狗亮起肚皮的行为，明显就是在说他们的队伍里有了新的老大。Fine. Take it. 巴克气宇轩昂，接受了男人的授勋，然后回望了一眼伙伴，就做出了领头犬该有的觉悟。一声令下，巴克就冲了出去，那前所未有的推背感也让小黑体验到了从未有的奇妙感受。但虽然队伍一路风驰电掣，却在巴克上任的第一天就给他带来了一次职业生涯中所有头领未经历过的绝望体验，不合时宜的雪崩狂笑着向他们袭来。而面对如此情况，小黑却做出了错误指令，但他想要绕过去的打算，在巴克的眼中却是送命的行为。巴克无视命令，焦急地搜寻不可能的生路。好在他的运气不错，最终还是找到了活下去的出处。他引领一票伙伴违背主人的命令，孤注一掷的冲向了不可能活下去的冰川脚下。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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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巴克带领人和众狗完美避开了致命危机。在所有等信件的人们认为送信队必死无疑之时，巴克像一道曙光，率先冲进了他们震惊的眼眸。We made it! Je l'avais dit! We did it! 这是属于巴克的高光时刻，但因为一封无线电普及的信件，他还是被科技淘汰，又变成了狗市上任人挑选的商品，又一次的被抛弃。陪伴巴克的就只有同伴们，他们依偎在一起，也都知道这是最后的道别。虽然他们侥幸被一个负伤相中，但那超负荷的行李箱却不是狗子们能驾驭的重量。为了在新欢面前显摆，男人便抄起了皮鞭，不分青红皂白，一鞭子抽向巴克。就在巴克准备受死之时，一个不认识的老头拦住了，蓄势待发，然后臭骂负伤一顿之后，用高价成功将巴克带走。可是老头是个酒鬼，经常因为欠账被人扔到外面，而看在眼里的巴克也气得推翻老头的酒杯。即便第三任主人愤怒的想要抽他，但巴克还是无所畏惧的，当着老头的面把酒瓶叼走，埋在院子里面之后，他还一屁股坐在上面。而这一刻想拿回酒水的老头推不动巴克，也明白了巴克想表达什么，于是老头对巴克说出了埋藏多年的秘密。他今天酗酒是因为拿了他彩礼的儿子被儿媳洗脑，再也不愿代战自己，而因为巴克他想通了一切，于是为了养老便决定带着巴克去找唯有自己知道的宝藏。巴克听不懂他的意思，但也生死相依，独自带着老头一个前往了帮老头追梦的旅程。在一处雪山脚下，他帮老头找到了黄金，而且并不只有仅仅一点。可就在一人一狗
开心的彼此奔赴之时，白白的4条长腿突然从巴克的眼前一闪而过。从未遇见如此刺激的巴克立马冲向了他的白月光。最后老头放过了巴克，巴克也成为狼王，拥有了妻儿老小以及完美的一生。